欢迎来到 K 哥研究室，我是 K 哥。你有没有想过，龙是真实存在的生物呢？就在上世纪30年代，长江断流，河床露出水面。当河工挖开河床上的淤泥后竟然发现一根巨大的白柱子，看起来有棱有角，像是仔细打磨过一般。当时人们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可随着好奇心工人们越挖越深，挖到7、8米深的时候还没挖出来。这时候一些村里的老人认出这竟然是一根脊椎骨。据称这根脊椎骨十分巨大，远远超出所认知的生物。一节节的淤积在水底的泥沙中，因为实在巨大，也被很多人误以为是白色的柱子。后来有人说这是龙的脊椎骨，死亡后龙骨就留在了长江中，被传得神乎其神。我们都知道，龙在神话传说中是一种象征着智慧和强大、拥有脱俗力量的神兽，会为百姓带来丰收的雨水。于是为了表示对龙的敬畏，古人不仅为龙建立了龙王庙，同时也将它看作精神图腾。古代皇帝把自己比喻为龙的化身，后来更是将龙放到了12生肖中。但是按理来说12生肖中的每个动物既然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原型，那么龙也应该是真实生活在这个世界的生物。可为什么如今我们只能在传说和古籍中看到龙的记载，而现实生活中无迹可寻呢？如果龙并不存在，为何古人对龙的模样都了如指掌呢？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。关于龙最早的记载是在《山海经》中，其中有一段对龙的描述是这样说的：东海中有流坡山，入海7000里，其上有兽，状如牛，出入水则必有风雨，其光如日月，其声如雷，其名曰夔。这里说的龙是夔龙，古人把它当作一种神兽。在古代，它的出现往往伴随着风雨雷电，并且散发着耀眼的光芒，声音如雷贯耳。而在夏朝也有关于龙的记载，《史记》中说：天降龙二，有雌雄，孔甲不能食，未得换龙氏，陶唐即衰。其后有流泪于换龙氏，意思就是夏朝第14任皇帝孔甲在位的时候某一天有一雌一雄2条龙从天而降，孔甲呢不会饲养，一时半会儿又找不到驯养龙的家族换龙氏，于是就征召了一个叫流泪的人帮他饲养。这个流泪是陶唐氏的后裔，据说懂一些换龙之术。哪成想这位流泪是徒有虚名，没过几天，其中一条雌龙就被养死了，于是他就把雌龙杀掉，烹制龙肉给孔甲吃。那孔甲吃完龙肉觉得味道不错，于是想找他问问是啥肉。派人去找的时候，流泪早就已经畏罪潜逃了，而孔甲也成为了历史上养龙吃龙的第一人。由此有一个典故叫做孔甲好龙。在《三国志·魏书·明帝纪》一书中也有着对龙的记载，说是在太和7年正月的一天，有人在河南夹县附近的一口大井里面发现了一条青龙。当时魏明帝曹睿听闻之后非常高兴，于是就带领群臣前往那里膜拜这条青龙，同时还特意下令将当年的年号改为青龙，并把这里取名为龙碑。《唐年补录》一书中对天降坠龙也有较多的细节描写，书中记载唐咸末年有青龙坠在桐城县境内，因喉部有伤当场死去，龙身全长10多丈，尾巴是扁平状，它的鳞片跟鱼差不多，头上有双角，口须长达2丈，腹下有足，足上有虹膜。这次坠龙的颜色、生死情况、长度包括外形都描写得十分详细，跟传说中的龙还真是有几分相似。虽然历史上的朝代不断更迭，但古人对于龙的记载却从未间断，甚至在距今不到200年的清朝道光时期，依然有人见到了龙的出没。在《永乐府志》里记载，道光19年的夏天，有一条白龙突然坠落在滦河下游的乐亭县境内，这条龙足足有10几丈长，全身布满鱼鳞，头上长有一对犄角，爪子看起来锋利十足。只是它趴在地上已经奄奄一息，当地百姓看到后，消息立马一传十，十传百。但是接下来他们的行为却令后世之人不断啧舌，因为他们并没有帮助这条龙，反而将龙抬到市井上开始游行。后来这条龙的尸体也不见了踪影。可以说，古人对于龙的记载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轴里从未间断。
的所有事件的时间、地点、人物以及对龙的描述都十分细致，这无疑是龙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最直接确凿的证据了。所以现在很多人觉得，作为12生肖之一的动物多次出现在历史的长河中，它似乎真的是一种我们还没了解到的物种。但是如果长10几米的动物存在的话，为何我们从来没有亲眼见到过龙？如果龙真的不存在，那为什么每次目击者对它的描述都出奇的吻合呢？不仅浑身长满鱼鳞，头上长有犄角，出现的时候还会伴着风雨雷电，这或许也在证明龙依水而生的习性。然而直到今天，种种矛盾和疑惑导致相关人员也不敢证实和彻底的否认它们的存在。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，一支施工队在河南濮阳县郊区修筑水池的过程中，意外挖出了一座古墓，似乎证实了一段《山海经》中关于龙的上古传说啊。就在1987年，河南濮阳市的一支施工队为了解决城市居民用水和工业用水的问题，就准备从黄河引水修建一个供水调节池。可就在他们施工的过程中，一位施工人员感觉地下好像不太对劲儿，挖开一看，竟然是一片古墓群。于是他们赶紧叫来了当地的考古队进行考古。一开始专家们认为这可能就是一座普通的墓穴，直到真正挖开之后专家们满眼都是不敢相信。后来里面的发现也震惊了世界。原来《山海经》中的皇帝乘龙升天并不是传说，龙是真实存在的呀。这座古墓群就是河南濮阳著名的西水坡古墓，这里埋的正是后来的中华第一龙。很快，考古专家对古墓进行了检测，最终确定这座古墓属于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。墓主人身高1.84米，而在它的两边分别摆放了用蚌壳组成的一条龙和一只虎。其中左边这条龙有1.7米，龙的头部和骨架的方向一致，龙面朝向东边，整个龙身是弯曲的，像一条准备起飞的龙，尾巴似游鱼摆动，整体看起来栩栩如生。而且墓中的龙不同的部位选用了不同大小、不同颜色的蚌壳，对龙的形象进行了更精准的描绘。右边是只猛虎，身长1.39米，和现实中的虎体型相差不大，这就说明那个时候的人是真的见过龙和虎，并且对龙已经非常了解。更重要的是，在这个墓坑旁还有一个面积不大的小坑，其中专家们还发现了人骑龙、人骑虎的图案，这让不少人想到了《山海经》中关于皇帝骑龙而升天、颛顼乘龙而知四海的传说。而通过墓坑中的龙虎配置，这让不少专家确定这座墓的主人一定是6000多年前的一位部落首领。难道他是传说中的皇帝？只是众所周知，皇帝大约是出生于公元前2717年，距今不到5000年。而西水坡遗址中出土的龙图案还要比皇帝出生的时期早1000多年。另外，其他地方也曾经发现历史比皇帝时期更早的龙，比方说距今6000多年焦墩遗址中4米多长，用卵石拼出来的龙形图案。距今约8000年的杨家洼遗址中也发现了2条土塑龙，比前面的龙年纪都大，所以这更让不少专家感到震撼，因为种种迹象都表明龙很可能不是虚构的产物，相反，它确实有某种原型存在呀。而且在6000到8000年前，地球上就生活着这些被称为龙的生物。那么龙到底是什么呢？为什么我们现在只能通过传说和古籍记载了解龙，现实中都见不到了呢？如今，对于龙到底是什么生物，目前学界主要有2个观点。一部分人认为龙其实并不是真实存在的生物，而是在很久以前，皇帝将各个部落的图腾汇集到了一起，比方说蛇啊、鹿啊、鱼啊这些，然后创造出了龙图腾的形象。而龙的传说后来也就越来越多。但是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，在比皇帝诞生更早的时候，人们就已经发现并描绘出了龙的形象，所以这个观点已经不攻自破。那另一种观点认为，古籍中所记载的龙很有可能并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龙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，我们对于一些动物的认知和古代有很大的出入。比方说，在动物的称谓上，古代把鼯鼠叫做飞狐，斑羚称之为青羊，而这一现象在《山海经》中更是常见。所以，古人眼中的龙有没有可能是地球上的其他动物呢？一些人根据这个想法，脑中灵光一闪，
这么一说，还真有一个非常像，那就是动猿。这是号称世界上最像龙的生物，它浑身上下除了没有龙鳞以及体型过于小巧以外，其他地方与人们心中龙的形象真的是十分相似。再回看古代人对于龙的看法，有些描述方式竟然和动猿的样貌对得上。在班固写的《汉书》中说：“臣以为龙又无角，谓之为蛇，又有足，其默默善猿臂，是非手工及蜥蜴。”在《尔雅》的补充集《尔雅译》中，对龙有进一步的补充：角似鹿，头似驼，眼似兔，相似蛇，腹似士，鳞似鱼，爪似鹰，掌似虎，耳似牛。这么一对比，还真挺像的，也难怪动猿被不少人开玩笑的说是世界上仅存的龙了。而在网上，不少人对于龙也有别的看法，他们认为在远古时期可能真的有龙这种生物，只是因为种种地球环境的变化，导致它们逐渐走向了灭绝。而这种观点，我觉得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。就比方说，未来有一天鹦鹉灭绝了，几千年后的人们在历史资料中可能就会发现，居然有这么一种鸟会说人话，那肯定觉得这个是古人的想象嘛，鸟类的脑袋怎么可能形成语言系统呢？但未来人不知道的是，鹦鹉之所以能说话，它只是模仿人类的发音而已，并不理解具体的含义。所以我们认为的龙和古人认为的龙可能根本就不是一回事。那对于龙究竟是什么，也有人提出了更加脑洞大开的观点。因为在古代神话传说当中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龙是被当作一种坐骑来使用的，而龙所使用最多的一种功能就是飞行。但是龙的飞行功能却是非常的诡异，它并不像我们所看到的其他飞行生物一样必须要有翅膀才可以，所以有人就觉得这是一种反重力的外星人高端飞行器。因为飞碟的飞行也不需要有翅膀，而且可以像我们在地面上随意奔走调转方向一样，在空中自由的任意飞行。还有就是龙每次出现时都伴随着云雾，这又跟我们的飞机飞行时在后面所产生的那种白色雾气的尾巴一样。那如果你是古人，当你看到我们现代的飞机，你会不会也觉得这是神鸟呢？而像那种喷火的龙，则是像一种发射炮弹的战斗性飞机，所以貌似龙的很多功能都能跟我们现代飞机的功能对应得上，载人、飞行、喷气、御雷等等等等。于是就有了龙是一种外星飞行器的假说。只是我个人觉得这种观点仅供参考。当然了，不管龙究竟是什么，在如今的地球上，我们并没有发现真的像神话中那样身长10来米并且能翱翔天空的龙。迄今为止，也没有人再次目击过龙。但是既然历朝历代的古人都留下了目击记录，我们也不能直接否定它是虚构的生物。也许只是我们暂时没找到，或者他们早已退出了历史的舞台。但幸运的是，古人将它选作了12生肖之一，也因此让更多的华夏百姓记得龙是一种未知的神秘生物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 K 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